餐桌上，老公将最后一个鸡蛋给了我妈。我突然抱起打翻所有饭菜，提出离婚。老公像看疯子一样的看我，就因为我把鸡蛋给了你妈，你就要跟我离婚？我红着眼睛，死死盯着他。对，就因为你把最后一个鸡蛋给了我妈。此刻，我妈手足无措，满脸愧疚地站在一边，眼泪马上就要溢出眼眶。小雪，都是妈的错，妈不吃了，妈给你道歉，离婚不是儿戏，怎么能说离就离啊？她哭着望向我，突然朝我跪下，边磕头边给我道歉，直到额角磕出鲜血。我也毫不心软。见状，屈延洲愤怒的一巴掌扇向我。沈雪，你怎么能这么狼心狗肺？那可是你亲妈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不孝的女儿？说完，他一把抱起磕晕的我妈，快步离开。我反而平静下来，打给了当律师的闺蜜悠悠，帮我准备起诉资料，我要离婚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连夜收拾东西，搬去了闺蜜家。当夜曲延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沈雪，妈被你气住院了，你赶紧过来给她道歉。我却还是那句话，我要和你离婚，你同意了我再去。沈雪，你简直是不可理喻。说完，她挂断电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她满眼疲态，双眼红肿出现在闺蜜家，见我第一句就是愤怒的质问：沈雪，我跟你说妈住院了，你不来看就算了，居然还将离婚协议书寄到医院，你分明知道妈最看不得我们离婚，你是想害死妈吗？我冷笑地看着脸色阴沉的她，没吱声。她等了半晌，没等到我服软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软了语调。我知道你对我有很犟的占有欲，可是那是你亲妈，现在妈很自责，医生说甚至有了抑郁倾向，你现在赶紧跟我去医院，给妈道个歉。她说着就伸手拉我，我后退躲开。她抑郁关我什么事？再说她不是经常说你这个女婿比我这个女儿强，有你在就行了，省得看见我后抑郁的更严重了，万一想不开死了还得怪我。屈延洲没想到我竟这么狠心，额头青筋直跳，愤怒再次爬上眼底，却憋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扯出一抹嘲笑：你还有事吗？没事赶紧走，我一会和悠悠还要去做美甲。屈延洲这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沙哑颤抖地挤出一句话：沈雪，你简直是个白眼狼。我依旧笑着，并没有生气。正准备关门时，一道尖利声音传来：沈雪，你这个不孝女，自己妈住院也不去看，还要和我儿子离婚。随后，一个肥硕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正是曲延洲他妈。他还带着我女儿，女儿一见我，就要往我怀里扑。我没躲，但是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抱住她。女儿抱着我的腿，抬头望着我：妈妈，外婆住院了，咱们去看她好不好？我好想她。我冷漠的一把将她从我身上拉开，女儿眼睛瞬间蓄满泪水，委屈至极。婆婆心疼的一把将女儿搂紧怀中，转头生气地盯着我：沈雪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冷血无情？自己的妈不要了，现在就连亲女儿也不要了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还不快点和你妈琳琳道歉？我看着面前盯着我的3双眼睛，心中冷意盎然。
好，既然都想要我去医院道歉，那我就随了你们的意，只是到时候别后悔就好。我跟着屈延洲来了医院，一推门进去，我妈眼眶瞬间通红，挣扎着下床。屈延洲快走2步稳稳扶住了她，她双眼含泪，小心翼翼地开口：小雪，你来看妈妈，是不是不生妈妈气了？是妈妈错了，但你不能迁怒延洲，况且你们还有琳琳。说着颤颤巍巍地朝我走过来，我做了一个停止手势，顺势往后倒退几步。你别过来，万一有个什么，我更是罪人了。我妈眼泪唰的一下就掉了下来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屈延洲急忙将她扶起，回头愤恨地瞪向我：沈雪，你看你把妈逼成什么样了？她含辛茹苦地把你养大，不舍得吃，不舍得穿，心疼你工作累，每次都求我陪她去逛超市，买你爱吃的东西。你再看看你，对得起她对你的付出吗？你良心不会痛吗？我漫不经心听她训完，扯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。既然我不配做女儿，那你来不就好了？离婚后，我把位子让给你。闻言，她嘴唇翕动，鼻翼开合，再次被我对得哑口无言。就在这时，女儿却突然冲过来，用力撞向我，我一个不慎，后背撞在墙上，我疼得抽泣。不准你欺负外婆和爸爸，你不是我妈妈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。婆婆也走过来，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你真不是人，简直是猪狗不如的畜生，居然还让自己的亲妈给自己下跪。婆婆这巴掌用足了力气，我的脸上立马浮现出5个手指印，红肿起来。我捂着脸，看向曾和我关系最亲密的基人，淡漠开口：既然这样，我会再出2份断绝母女关系的声明，到时候麻烦签一下。女儿虽然年纪还小，但还是从断绝2个字猜出来我不要她了，眼里明显有慌乱，但回头看了一眼老公和我妈，而后眼神又坚定起来。我有爸爸和外婆就够了。好，很好。我冷笑一声，欲转身离开，老公却又追了上来，拉住了我。他这次语气缓和一些，但还是带着强硬。小雪，我知道你刚才说的都是气话，那天也是我考虑不周，只想着应该先孝顺妈，没顾及到你。咱们结婚这么多年，琳琳都这么大了，一直以来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也清楚，没必要走到这一步。我厌恶地甩开他，开口：自始至终，你从没考虑过我的感受，只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妈，证明我妈在你这比我重要。既然这样，我离婚，成全你们不是正好？只一句话，老公脸色瞬间从涨红变得铁青。我妈这时又哭着跪在了地上，开始不停磕头：小雪，妈妈错了，延州不该只想着孝顺我而忽略了你，我替她给你磕头道歉，你原谅她这一次吧。见状，屈延州眼中闪过一丝心疼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快步回去将我妈半抱着扶回床上。沈雪，妈已经被你逼得抑郁了，你还想闹到什么地步？她是你亲妈，你不孝顺，我代替你孝顺难道有错吗？我们争吵声很快吸引了门外看热闹的人，从我们的对话中，似是听明白了前因后果，纷纷指责我，这还是人吗？逼着自己亲妈给她下跪，早晚不得好死，就因为老公孝顺自己妈就要离婚，简直闻所未闻。自己不孝顺，还不让别人孝顺，这不是生了个白眼狼吗？更有上年纪的大姨大爷，不管不顾地冲上来就啐我，这种畜生就不该活着，连生自己的妈都嫉妒。我就说生女儿莫生儿子贴心，早知道这样，当初不如把他掐死，打死他。
这种不孝女活着也是浪费资源。人群被几番言语煽起情绪，朝着我缓步逼来。他们有的拿拐杖，有的薅头发，更有甚者见我双手护头，抬脚踹向我膝盖，跪下给你妈道歉。身体各处顿时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，我清晰听见骨头断裂的声音。而此刻，我抬眼，透过人群的缝隙看见老公和我妈4人，眼神冷漠地看着我被人群殴打，就像是4个事不关己的陌生人。就在我被打得奄奄一息时，曲延洲终于拉开了人群，我妈更是踉踉跄跄地扑过来，抱住浑身是血的我，哭得泣不成声。你们不要打了，不要打我女儿，是我不好，不怪她。护士被混乱声吸引过来，我已经陷入昏迷，她慌忙叫来医生，我才终于被紧急送进手术室，这场闹剧才落下帷幕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已经是1天后了。闺蜜瑶瑶坐在我病床前，拿着沾湿的棉签轻柔地湿润着我干裂的嘴唇。病房外异常吵闹，但我还是听出了屈延洲的声音。我老婆还没醒，请你们不要打扰她好吗？他们相依为命多年，只最近才突然情绪不稳，也怪我没关注到她精神方面的问题，才导致她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已经找了最好的精神科医生，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。但不管结果如何，我的心都不会变。我爱他，无论如何我都会照顾他一辈子。我艰难撑起身体坐了起来，沙哑着嗓子问瑶瑶，我昏迷的时候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瑶瑶扯出一个勉强的笑，安慰我，没事，你别多想。我摸出手机，瑶瑶刚想拿走，我已经打开了热搜，挂在第1条的赫然就是我。景浩女儿因为老公孝顺丈母娘而提出离婚，甚至逼自己亲生母亲下跪道歉。景浩，下面满屏都是对我的各种谩骂，他真是让我见识到物种的多样性。骂他猪狗不如，我都觉得委屈了猪狗，他怎么还有脸活着？诅咒他不得好死，逼着自己亲妈下跪，他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楼上的，他已经遭报应了。我听说他自己的女儿已经不认他了。因果报应啊！心脏传来细细密密的疼，却不是因为伤心委屈，而是愤怒，愤怒到异常冷静。我关上手机，挣扎着起身下床，坐着轮椅一下打开了病房门。曲延洲，不要再来我这眼深情了好吗？我看着真恶心。我的声音极尽冷漠。屈延洲身形一僵，而后缓慢转身，眼睛里已经泛起泪光。老婆，我知道你是因为病了才会这样对我，对你妈妈，也是我不好，我以后一定会改，给你更多的关注和爱。不要再说气话了好吗？如果你还介意，那我把他再送回老家，你看行吗？我依旧面无表情，眼神如深潭里的死水。有病的是你，不是我，我只是想要离婚，而你连人话都听不懂。屈延洲再也绷不住一贯的好脸色，围观的人群也更加愤慨。畜生，医院就不该救你这种畜生。你老公娶你真是到了8辈子血霉，你以后最好别出门。那天被谁打死了都不知道。记者们更是眼冒金光，话筒都快对我脸上了。沈女士，你真的是因为你老公把鸡蛋给你了你妈，你就要离婚吗？你真的没有精神类疾病吗？你因为这点事就毁了整个家，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我平静异常，头脑前所未有的清醒。我确实是因为老公更在乎我妈而提出离婚，但我没有任何精神类疾病，现在只有被人打的伤，对此我会保留追究权利。我的话再次激起民愤，围观人群再次想要冲上来主持正义，被赶来的保安拦住。呸！贱人，你还保留上追究的权利了？连自己妈都不孝顺的人，有个屁权利！
你现在已经全国出名了，别说现在打你，就是那天打死你，也是替天行道。我面膜表情地直面他们的各种谩骂和口水，咬紧牙关不再开口。要摆脱这个家，我需要民众的情绪，即使是被打死，我也坚决不要死在这个恶臭的家。1个月后，我的离婚官司终于开庭，我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旁听席坐满了庭审的人，同事也在网上开启即时直播。坐在被告席的屈延洲看见我来，激动地站了起来，满眼痛苦地望向我。小雪，我们7年的感情，就算不考虑我，也不考虑女儿的感受吗？他不提7年感情还好，提起我就觉得分外恶心。我从纷乱的思绪中缓过神，冷漠地看向屈延洲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同意离婚，净身出户，之前的所有事我都可以不追究。坐在旁听席的婆婆立即不满，冲我大声嚷嚷：沈雪，你个不忠不孝的女人，凭什么要我儿子净身出户？屈延洲神情痛苦地喝止住了婆婆。妈，你不要再添乱了好吗？我不想和小雪离婚。随后深情款款地回望我。小雪，你有什么不满，你都可以说出来，我不怕丢人，是我的错，我一定会改，但要我放弃你，我做不到。我妈这时候也哭着站了出来。小雪，是妈不好，全怪妈，我明天就收拾东西回老家，不会再打扰你了。这段时间能和你在一起，妈已经很幸福了，往后妈会一直怀念这段幸福时光。旁听的众人纷纷七嘴八舌地指责我，坚决不能让这种人扎营，否则还哪有公理？抛夫弃子，虐待老人，最后还想要男人净身出户，这种要是都能赢，我以后真的不敢结婚了。这个贱人，说不准已经在外面有人了，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要闹离婚，真是丢尽了我们女人的脸。我冷眼扫视旁听席，最后将视线定格在屈延洲身上。既然你说我有什么都可以说出来，那屈延洲，你别后悔。我示意身边的闺蜜瑶瑶，把咱们手上的资料都递上去吧。我相信法官会有一个公正的裁决，法律也会还我一个公道。我说的义正言辞，所有人目光锁定在我提交的证据上，其中还包含了一张孕检单。而在看见泛黄的孕检单时，一直信心满满的屈延洲却慌了。截断。瑶瑶将所有证据递给法官，法官打开后，眼神异常地扫视着屈延洲和我妈。他拿起孕检报告单，迟疑地和我确认道：你确认这张孕检报告没有拿错吗？屈延洲一听，立马做出反应。琳琳出生后我就已经结扎了，小雪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旁听席众人霎时一片哗然，这贱人果然是外面有人了，还怀了野种，难怪闹着要离婚，竟然还有脸要求男的净身出户，实在是恶毒至极。我婆婆更是生气，颤抖住手，指着我就说一顿骂：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给我儿子戴绿帽子不说，现在竟然还怀上了野种。而屈延洲却平静很多，依然试图挽回我。小雪，我现在不想追究那个男人是谁，只要你愿意打掉孩子，回归家庭，我还是会如以往一样爱你。我妈依旧流着泪，苦口婆心地劝我：小雪，是那天我买菜回来遇到的开车送你回来的男人吗？我知道你是怕我把你的事说出去，才会想赶我走。你放心，你是我女儿，不管做错什么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我扯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，冲法官说道：还是请你念出孕检单上的资讯吧。看到我的反应，所有人一头雾水地望向法官。这张孕检单是7年前的，而检查人的名字是张春梅。张春梅正是我妈的名字，可是7年前，我爸早就去世好多年了。法官说完，
我妈脸色瞬间惨白，而屈延州却还在挣扎辩解，这也不能说明什么。我没理他，等着法官继续。配偶是屈延州。法官话落，现场先是一静，而后掀起更大的讨论声。什么意思？女婿和丈母娘搞到一块去了？卧槽，这是什么逆天剧情？所以沈雪要离婚，是因为发现自己老公和自己妈的奸情吗？屈延州慌乱起来，自然而然地看向我妈。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妈刚从惊慌中缓过神，听见屈延州的逼问，眼泪又滚落下来，咬了咬嘴唇，似是下定很大决心，满眼愧疚地看向我。小雪，妈实在帮你瞒不下去了，你不要怪妈。说完，愧疚地望向屈延州。延州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替小雪隐瞒你。你和小雪在一起后，小雪外面其实还有个男人，我劝过她，让她赶紧分。没想到她说她可能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，我怕影响她名声，只能用我的名字带她去检查。众人恍然大悟，谴责的目光再次聚焦我身上。这不还是她出轨，竟然还想利用这个做假证据，栽赃自己老公和自己妈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早说了他不是人，就是畜生。法官连敲几下法锤，才将现场控制住。我冷眼看着这个被我叫了多年母亲的女人。张春梅，到现在了，你还能往我身上泼脏水，非逼我把事情做绝是吗？我再次看向法官。法官，资料里面还有3份亲子鉴定书，麻烦你看一下。法官继续从我递上去的证据中找到3份亲子鉴定书，看完后神色不明地看向屈延州和我妈，又同情地看向坐在我婆婆身边的女儿。屈延州被法官的眼神看得心里没了底，我妈脸色也不似刚才的淡定，她频繁看向屈延州，似乎是在确认什么。可是屈延州现在已经无暇顾及她。法官沉思一下，还是坚定地念出了鉴定结果。屈琳琳和屈延州可以确认为父女，屈琳琳和沈雪并无血缘关系，屈琳琳和张春梅可以确认为母女。短短3句话，直接让现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随后，所有人皆是神情鄙夷地扫向屈延州和我妈。女婿和丈母娘真的有一腿，而且还有了女儿。那个小女孩我没记错，今年正好7岁吧。他们太不要脸了，这不是乱伦吗？沈雪原来是被他们当作遮羞布了吗？也太可怜了，简直太恶心了。他们竟然还将孩子生下来让沈雪替他们养。直播间更是炸开了锅，弹幕疯了一般滚动。我给沈雪道歉，她太可怜了。我以为这只有岛国电影才能拍出来的情节，没想到现实也能这么疯。沈雪没杀了他们已经算是很有素质了。屈延州脸色惨白的不停否认，没有，不是那样。而后转头指向我妈，神色愤怒，是他算计我，他故意灌醉我，勾引我和他发生关系，后来还威胁我，不继续跟他在一起，就把我们的事捅出去。而后转头神情哀求的激动，求我原谅。老婆，我也是被逼无奈，你要相信我啊，我实在太爱你了，我怕你知道后会嫌弃我，才一直欺骗你。琳琳，我可以不要了，以后就我们2个人生活。婆婆也没有了开始的理直气壮，支支吾吾地替屈延州辩解。小雪，延州也是被这个老女人逼得没办法。再说那不是也怪你有个这样的妈，要不怎么会走到今天？说到底都是你们家的错，不该牵扯到延州啊。众人看见屈延州痛哭流涕的深情表演，犹豫着替他辩解。也是，这也不能全怪他，一边是自己老婆，一边是自己丈母娘，他也挺难做的。再说他不是也说了，开始是被算计了，后面是被逼的，
也挺无辜的。他愿意一直瞒着你，不也说明他真的爱你，怕你离开他。所有人指责对象都换成了我妈。我看向站在原地手足无措、孤立无援的他，忍不住冷笑出声：你爱了多年，心甘情愿付出一切维护的男人，现在把所有错都推到你身上了，难道你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妈眼神挣扎，却依旧在痴痴地望向曲延洲，而后突然转头癫狂的愤怒指向我：是你，就是你的出现才勾引走了延洲的心。如果不是你故意勾引延洲，他怎么可能会背叛我？他爱的是我，要不怎么会同意用我们的女儿换掉你的女儿？他的话又扯出一个惊天大瓜，现场一片抽泣声。可我却对他的表现一点都不意外，毕竟当初我和曲延洲之所以会结婚，也是因为他的算计。7年前，我妈突然重病不起，我连夜飞回来，却得知她是装病，只因想让我回来相亲。我气得当即就要离开，却被我妈一哭二闹三上吊逼着去见了曲延洲。那时我事业上升，根本不想结婚，本欲推拒，却被在喝下我妈送来的牛奶后眼前一黑，醒来发现自己和曲延洲正赤身裸体地睡在一起。我要报警，却被我妈哭闹着拦下，以死相逼让我嫁给他。我宁死不同意，我妈竟将我锁在家里，直到半个月后我查出了怀孕。彼时全世界都知道我怀了曲延洲的孩子，还被他威胁不同意就闹到公司去。无奈我同意结婚，婚后曲延洲跟着我离开，但他每日待在家里，全靠我一人养家，其中还包括他父母家。直到我生了女儿，曲延洲直接将我妈接过来，美其名曰照顾我和女儿，实则是趴在我身上吸血。所有人都羡慕我有成功的事业、美满的家庭和爱我的家人，可其中的苦痛却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曾经也想不通，作为我的亲生母亲，怎么会一次次那么狠心对我？小时候我以为是我不够乖，才让我妈不喜欢我。长大后我拼命努力，只想着自己只要足够优秀，我妈就会更爱我。后来她逼我嫁给曲延洲，我也能劝自己她是为我好，是担心我没有可以依靠的后盾。可她对曲延洲比对我好，我实在想不明白。直到悠悠将调查资料给我看时，我才恍然大悟。那天我喝了很多酒，吐得天昏地暗，人生中唯一一次哭得那么伤心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那些他自以为是的爱，所有为自己做的辩解，都是最恶心、最恶心的辞藻。我失望地看了他最后一眼，坚定地看向法官：播放吧，看看曲延洲是不是真的被逼无奈。很快，法庭上播放出一段录影。视频里，曲延洲正抱着我妈吻得忘乎所以，分开时甚至还拉着丝。我妈娇嗔地趴在曲延洲怀中，俨然一副热恋中的小女人模样。都怪你，非要娶这么个碍事的女人回来。现在咱们温存还得等她睡熟后。偷偷摸摸的，曲延洲手不老实的在我妈身体上游走。我不也是想着给琳琳找个合法身份？况且你没有经济来源，我也不想出去上班，那咱们和琳琳的生活怎么保证？娶沈雪，就当娶个提款机，还不耽误咱俩的好事，不是正好？好了，不要再提那个扫兴的女人，叫声老公来听听。画面实在令人不适，播放到这就停止了。太恶心了，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？沈雪太可怜了。沈雪这几年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？她发现自己老公和自己母亲在一起时，是不是更难受？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恶心的母亲？我在她身上没看到一丝母爱，只有欺骗和算计。对啊，没有，我妈从没有爱过我。当我发现她和曲延洲苟且时，我就知道她逼我嫁给曲延洲，与爱无关。
全是算计和利用。后来发现女儿也不是我的时，我甚至开始怀疑她是不是我母亲。直到瑶瑶把调查结果放到我面前时，我才真的明白，她原来真的不是我母亲。那一刻，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我甚至想过死，可是我不能放过这些毁了我一辈子的恶魔。我着手开始调查，甚至忍着所有人的谩骂，只因我知道，只有在热度最高涨的时候，我反抗的怒吼才会传播的最大声。屈延周没想到我会拍到这样的画面，整个人都慌了。小雪，我错了，你相信我是被他骗了。我爱的从始至终都是你，跟他在一起说的那些都是骗他的，只为了稳住他不拆散我们。还有我们的女儿，对，我们还有一个女儿。你原谅我，我带你去找我们的女儿。张春梅眼看着自己的爱人将自己一遍遍地推出去挡刀，面对众人的讥讽怒骂，她终是再也忍不住了，声嘶力竭地朝屈延周控诉：曲延周，是你先勾搭我的，说爱我，是你提出算计沈雪，让我迷晕她，你和她生米煮成熟饭，逼她嫁给你，也是你提出换掉她的女儿，让她替我们养女儿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你，你还说等琳琳长大点，就想办法弄死沈雪，然后和我结婚。旁听的观众沸腾起来，这男人纯纯人渣啊，还想弄死沈雪，抢夺资产，这就是恶魔。我差点就被他演出来的深情欺骗了，他太可怕了，妥妥的反社会啊。我妈哭着跪倒在地，满脸祈求地望向我。小雪，妈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冷笑一声，缓缓开口，如果做了这些事的是我亲妈，我或许会考虑原谅。现场观众和直播里的观众被我这句话直接说懵了。什么意思？难道妈也不是亲妈？不会吧，那也太惨了。其实也能理解，毕竟能对女儿做出这种事，大概率不是亲妈。我从包里取出另一个档，递给法官。我知道以下说的话跟这次的离婚官司没有太大关联，但我恳请法官让我说完，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。法官沉吟良久，最终沉默地点头，以示同意。我走向哭着跪地的李春梅，掷地有声的一字一顿大声说道：他，李春梅，是个人贩子。现场众人不敢置信，目光投向李春梅身上，而李春梅身形猛然一颤，脸上有了真正的害怕之色。我申请法官拿出第一份证据，我和李春梅的亲子鉴定，上面明白写着没有血缘关系。后面法官拿出我准备的所有资料，里面有相信的李春梅资讯，及她曾拐卖过的儿童资讯。这些还是我在老家李春梅锁着的箱子里找到的，上面一条条记录着孩子的性别、年龄、祖籍及最后价格。那本册子上的记录不像是人，更像是一个个可以随意买卖的货物。法官越看脸色越难看，在证据呈现在所有人眼前时，现场已经有人红了眼，冲过阻拦去厮打李春梅。该死的人贩子，打死人贩子！多少家庭被你破坏，多少父母哭瞎双眼找不回自己的孩子，更有多少母亲因丢了孩子而走上绝路。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人们叫喊着，纷纷冲上去殴打李春梅，最后还是法警才控制住局面。而李春梅已经满身是血地倒在地上，浑身颤抖。看着她如此狼狈的样子，我没有任何不忍，因为我也是她拐卖的儿童，只是阴差阳错，她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一个据说会算命的人，说我能给她带来富贵，她才留下了我，对外说是自己女儿。屈延周已经被这一个接一个的证据吓懵了，再无力反驳什么，只不停地祈求我原谅。小雪，你是不是再也不会原谅我了？我冷冷扫了他一眼。你觉得呢？他颓然坐下，
离婚官司很快判决下来，屈延洲净身出户。就在离婚官司判决下来当天，我以强奸罪再次将屈延洲告上法庭，还以拐卖儿童罪将李春梅告上法庭。屈延洲刚收拾完行李准备往出走，就被上门的员警按押带走。屈延洲不可置信地质问我：沈雪，你真就一点旧情都不念及吗？我摊开手，冷漠地看着他。我跟一个强奸了我、换掉我孩子、毁了我一生的人，能有什么旧情？屈延洲还是不能接受的奋力挣扎，朝我怒吼：这么多年我全心全意地对你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冷血地将我逼上绝路？我啐了一口：收起你的全心全意，别让我恶心。屈延洲被远景押走，他万万没想到，当年的我会留下证据，只是一直顾忌着李春梅是我妈，才一直隐忍至今。在我的证据下，再加上屈延洲那天慌乱之下自己爆出的真相，很快远景就以强奸罪将其逮捕。法院审理也很快，考虑到他还涉嫌拐卖儿童，判处终身监禁。在判决下来后，屈延洲要求再见我一面，我本想拒绝，但他以我亲生女儿在哪为条件，我只能答应见他最后一面。再见时，他面容憔悴，眼里满是对我的歉疚。见到我激动的想要拉我的手，被身后的狱警强硬按回座位。我不耐烦地扫了他一眼，眼睛就移向别处。我现在看他真的有生理不适。我女儿在哪？快说！屈延洲听出我的厌恶，神色竟然又一丝受伤。沈雪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真的爱过你。我摆手示意他停止，别再跟我演深情。我现在只想知道我女儿在哪，不说我走了。我说着果断起身。屈延洲慌忙喊出一个地址，女儿就在这。我当初也给她找了一个还不错的人家。沈雪，你要相信我不是那么冷血无情。我冷笑一声，头也没回地走了。屈延洲进去后2个月，李春梅的案子也公开审理。由于时间跨度太长，涉及人数过多，在接下来的半年里，先后3次开庭审理。最后法院判处李春梅死刑。判决当天我也在现场。我看着李春梅听到死刑时，整个人害怕地瘫倒在地。狱警押她下去时，她看见了我，突然愤怒地朝我大骂：小贱人，我当初就不该心软留下你，我就该把你卖去最穷的地方，给那些老男人当童养媳，受尽搓磨。我诅咒你不得好死。面对他的侮辱谩骂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就在李春梅和屈延洲事情落定后，我即将启程去找亲生女儿时，屈延洲他妈找到了我，还带着屈延洲的女儿琳琳。她苍老了许多，见我也不似从前的傲慢，她将琳琳推到我面前，吞吞吐吐地说道：琳琳毕竟也叫了你这么多年的妈，你不能扔下她不管啊。我看着双眼通红的琳琳，冷漠拒绝。她是屈延洲和李春梅的女儿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，我没有义务继续养她。听到我的话，琳琳哇一声哭了出来。妈妈，你不要琳琳了吗？妈妈不要丢下我，我只爱妈妈。我后退一步，躲开了扑向我的琳琳。我没有错过，她眼中闪过嫉恨。屈延洲和李春梅给她洗脑很严重了，她虽然才7岁，可是却已经根深蒂固地认为我是个破坏她家庭的坏女人，就像她一次次站在屈延洲和李春梅身前一样。屈延洲他母亲见状，愤怒地指责我：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好歹是你亲手养大的孩子。我不想再跟他继续纠缠，带上门快步离开。就在我离开的当晚，物业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有人在我家纵火，而纵火的人竟然就是琳琳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对于这个一直将我当作敌人的孩子，我没有任何感情，就算有，
我也不会留着一个对我生命产生威胁的隐患。琳琳很快被关进了少管所，我相信，在里面她会学到比屈延洲他们带给她的更正确的价值观。很快，我将房子低价卖了出去，彻底断绝和屈延洲他们一家的所有联系。我按照地址找到收养我女儿的人家，还好，屈延洲没错的太离谱。收养女儿的是一对很好很善良的夫妻，他们把女儿当亲生的一样疼爱。我没有贸然前去相认，而是先和女儿的养父母联系上，经过我们的协商，决定暂时先不告诉女儿真实情况，让她有个完美童年，等她成年后，再让她做选择。我在女儿的城市买了房定居，以前妈的身份陪着女儿。也就在这时，一对老年夫妇找到了我，他们一见我，眼泪瞬间滑落脸庞。囡囡，是我的囡囡吗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已经被拥入一个我从没体会过的温暖怀抱。他们是我的父母，正是因为我的事情闹得足够大，他们才能找到我。这么想想，我或许应该感谢屈延洲，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。最后，我带着父母去学校接女儿，然后团团圆圆地吃了人生中第一顿团圆饭。团圆，真好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